女孩刚走进派出所，不料下一秒，而女孩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她的母亲被强奸了，并且就在开庭的前一天晚上，恰巧被人爆头了，凶手也逃之夭夭了。而母亲被强奸的经过是，2年前她去参加一家理发店开业，哪知却被老板下了药，醒来后发现自己在一辆出租车的后座上，不仅全身疼痛，裤子也被扒了下来，因此母亲认定被强奸了。可老板说是两厢情愿，但母亲体内显出了神仙水的成分，而且理发店里也搜出来了，却不料老板只承认非法持毒，竟谎称酒杯里有残留是被母亲误喝了。而经过长达2年的艰苦诉讼后，眼看母亲马上就要胜诉了，却不料竟出了这种事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案发现场有摄像头拍下了整个经过，歹徒先是抢包，可在母亲主动放弃后，他却直接开了枪，这样母亲的强奸案也就泡汤了。所以现在的状况是，除非证明理发师就是杀人凶手，否则就难以将他法办了。但一切发生的都太快了，女儿詹娜根本没看清凶手样貌，因此她也不能成为人证了。随后警察询问近期有没有异常情况，结果詹娜还真想起了一些，就是曾有人从黑暗中盯着母亲看，后来还接到了奇怪的电话，可对方并不说话，接通后就挂了。不过母亲知道那是理发师打的，因为最后一次通话，母亲大骂对方让他下地狱去，我要向全世界揭发你的罪行，还说他是没胆的卑鄙小人。随后根据詹娜的描述，警察查到了同一个号码给母亲打过100多次电话，虽然用的是一次性手机无法追踪，但警察找到了卖手机的经销商，而巧合的是，手机店距离理发店只有半个街区，这一看两者就有关联，于是警察决定按自己的方式办案了。随后他们就直接冲到了理发店，对着老板广坤一通输出，将他是强奸犯的事大肆宣扬，想给他造成心理压力，同时指称你又把受害人给杀了。对此广坤当然也是否认了。于是警察趁机问，那你当时在哪？然而就在广坤刚说出那时我正和助理在一起时，他的律师就突然赶到了，阻止了广坤回答任何问题，因为他知道警方没有证据，随后就让他们滚了。可警察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接着就来找了助理，而助理证实了广坤的说法，并称分开后他就去了教堂，因为每周二广坤都会义务给那里的流浪汉理发。对此修女很是称赞他的义举，但警察却怀疑那是别有用心，随后就问出了那晚广坤的最后一名顾客是一名叫永强的流浪汉，可他却说当时并未理发，因为广坤看起来不在状态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他刚准备剪，却突然就走了，并且还看到他的包里有枪，而这对于警方来说可是重要信息。于是据此警察立马搜查了广坤的家，并在公文包里找到了手枪和子弹，跟现场的弹壳一样，同时还有一件黑色帽衫，这下可是证据确凿了。随后警察就以涉嫌谋杀罪将广坤逮捕了，可广坤就是不认罪，但警察根本不信，因为在他家已经搜出了凶器，并警告在弹道结果分析出来前最好主动认罪，否则到时就晚了。而且非法持枪也是犯罪，却不料广坤有持枪证，只是别的州颁发的，然而这是在纽约，这样依然属于非法持枪，而且确实躲不过了，律师也承认了，不过这属于轻罪。随后他就想带人离开，但警方可不只追究非法持枪，重点是谋杀呀。结果整个广坤终于顶不住了，只能承认当时带枪是想去练习射击的，然而在去射击场的半路上突然又决定不去了，所以没有证人证明，但警察可不信，坚决认定就是他杀了人，然后就对广坤进行了严刑拷问。虽然律师极力阻止，可警方根本不管，并不断对广坤言语恫吓，眼看他就要顶不住了，可刚打算开口，却被人及时打断了，竟是检察官，这让两人很是郁闷。但检察官也明言广坤不是凶手，因为鉴识科已经比对了2把手枪的弹道，广坤的跟命案现场的根本不一样。可警探还嘴硬，我们还有帽衫呢。不料猛一看和监控里的一样，但近距离检查会发现两者在袖口和徽标上都有差异，对此警察也不得不接受，只能给广坤开张非法持枪的罚单后放人了。然而警探却感觉不对劲，因为从刚才广坤的表情来看，他肯定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于是警察决定先放人，然后再尾随跟踪，看看广坤会干什么。不料他竟来到了教堂，但问题是今天可不是理发日，于是警察也跟了进去，却发现广坤正和永强在一起，俩人好像在争吵。可当走上前之际，永强也看到了警察，哪知他竟立马掀翻桌子就想逃，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门口早有人埋伏在那里了。就这样广坤和永强又被抓了，并且还在永强身上搜出了一次性手机，不用问这肯定与谋杀案有关了。而被抓了现行后，广坤终于绷不住说出了真相，承认是自己雇了永强去骚扰詹娜妈，可是我没让他杀人，我在理发店周围买了那部手机，让永强给他打电话，站在路边向他家里看，只要能吓怕他就行，如果詹娜妈真的不出庭了，我就付给永强5000块。至于那晚我真的是带枪要去练习射击的，却不料中途取消了，因为永强拦住我要更多的钱，他竟是想杀詹娜妈。原来他被他的大发雷霆激怒了，说我要轰掉那个贱人。然而对于这些，永强竟都矢口否认。殊不知警察有广坤的口供，最终他还是抗不住了，决定要打电话找律师，而这是他的权利，警察必须保障嫌疑人的权利。随后就将两人分开关押了起来，只等找到凶器手枪就可以起诉了。哪知就在这期间，意外竟发生了。在警察打算将广坤和永强送去拘留所之际，押送人员并没有接到永强，
显然有人将他给放了。而看守也承认是我签字放人的，人是被烟酒枪炮管理局带走的。于是警察和检察官又立马来到了管理局，向探员要人。而探员也承认是永强打电话让我捞人的，可却不相信他会杀人，并且声称永强是卧底。3个月前他因走私香烟被我们逮捕，随后他就反水了，愿意协助我们打掉走私集团，而行动就在明天，所以我们需要永强。但检察官也言明，他是谋杀嫌疑人，今天必须带走。然后警察就强行将永强铐了起来，不管探员说什么也不撒手，并且检察官立马就要给他上司打电话。见状，探员这才妥协，同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就是由警察和管理局联手，先打掉走私集团，然后警察再带走永强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刚刚成功围住了走私团伙之际，永强竟趁机逃了。探员则立马前去追捕，不料却被对方轻松打倒在地。等着警察追上来时，永强早已逃之夭夭了。而这次行动只有管理局立了功，警方反倒是弄丢了凶手，别提多闹心了。但他们经过分析后猜测，永强想跑路肯定需要钱，那他只能去一个地方弄钱，就是找广坤要。而当警察悄悄来到广坤家后，果然看到永强在这里，随后就冲了进去。在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，他不敢赌警察会不会开枪，最终只能缴械投降了。然后他就又被逮捕了，并且凶器也找到了。随后经过分析，果然就是这把枪杀了詹娜玛。而事已至此，永强再抵赖也不行了，但为了减刑，他竟提出了认罪协商，自称能证明广坤强奸了詹娜玛。而检察官也同意了。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最终以只蹲25年牢达成了协议。于是永强交代，广坤曾喝醉酒亲口承认强奸了詹娜玛，并说了那次强奸的所有细节，包括如何下的药，当时的感觉如何等等。然而就在协议达成，警察打算离开之际，永强却又突然叫住了他们，竟提出只要再减少刑期，我还有更劲爆的。这果然引起了警察的兴趣。然后永强又交代了杀人的枪是从哪来的。随后警察就又来到了烟酒枪炮管理局，不由分说将探员给拽了起来。原来枪竟是他给永强的，可探员当即否认了，哪知这枪竟是上次行动中丢失的那把，他曾误杀了一名巡警，因此把枪的序列号从系统里删除了，再嫁祸是毒贩杀的，这样就追踪不到他了。可谁知1年后，探员又把枪给了永强，直到得知他杀了人后，俩人就又演起了苦肉计，想让永强和枪一起消失。对此探员再也无法狡辩了，最后警察将他列为了谋杀帮凶，也给逮捕了，还和广坤、永强关在了同一个笼子里。同时修女也在永强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他偷拍詹娜妈的照片，进一步佐证了永强是凶手。而就在这时，詹娜也恰巧来到了派出所，警察也就把调查的结果告诉了他。随后詹娜去看了他们，也了解了每个人犯的罪行，然后扭头就走了。可谁知下一秒，他竟突然又回来了，对着笼子就疯狂射击起来，显然要以血还血。这下整个派出所可乱了起来，而且在不经意间，无辜的修女也中弹了。而直到此时，詹娜才清醒过来，接着在警察的大喊下，他本已打算放下武器了，不料嘴贱的永强又破口大骂起来，这下可又把詹娜激怒了。然而警察不能再让他杀下去了，不得已也开了枪，结果一枪命中，将詹娜打倒在地。而在弥留之际，詹娜强忍着剧痛，说出枪是在街上买的，很容易就买到了，然后就去了异世界。这让警察很是心痛，没想到这又是一起因枪支泛滥引发的连环悲剧，加强枪支管理已经刻不容缓了。